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4月29日晚间20点37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眼外围市场表现，今天上证指数再次上涨。我们之前说了，上涨是由上涨生发出来的，那下跌也是由下跌生发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在日线级别看到的这个反弹呢，我还是认为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因为它在周线级别已经出现了2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这样呢预示着大的趋势是向空头方向发展。所以呢，日线级别的这一轮反弹呢，目前已经接触到10日均线了，上方20日均线、30日均线这两个均线系统就基本上是它反弹的最大的一个目标了。所以呢，我认为在当前的行情当中，冲高就应该离场冲高就是离场的机会。同时呢，我们看一眼道琼斯工业指数最近一个交易日昨天也在反弹。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月将有一个会议嘛，美国有个会议，加息会议。加息会议这个会议靴子落地是利好还是利空呢？这个利空落地呢，实际上是利好每次美股美国有什么会议呢，这个 K 线呢都会有所反弹，但在这个会议落地之后呢，行情还会延续它的趋势。所以呢，在下跌趋势美股的下跌趋势已经成型到周线级别这个大的时间周期上来看我认为美股在这个靴子落地之后，还是将要继续下跌，同时呢，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这个行情上来看首先我们还是看日线级别这个比较大的时间级别呢，非常有标志性。在这个标志性的周期上来看呢，比特币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发现了悟空 K 线组、悟空的阴下跌 K 线组、8节 K 线组、杀生 K 线组和唐僧 K 线组。最后呢，在4月26日这根阴线呢非常突出，我认为这是这个阴线将是下一轮下跌的一个标志性阴线，也就是在日线级别上第2轮次下跌吸油的悟空阴线我们画一下，就在4月26日这里。目前呢比特币的价格一直在围绕这根阴线这个实体范围在进行震荡。那昨天的反弹呢，反弹冲高之后就发生了回落。同时呢，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是一个箱体结构。箱体结构是怎么构成的呢？我们看到波峰的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箱体结构的骨架，那它周围的所有波动呢都是围绕这个骨架来进行的。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下午17点左右打到了这个38000美金附近38500美金附近这里，然后目前正在反弹。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是波峰连线的一个支撑位波峰连线构成的支撑位。所以呢，随着美股在9点半开盘的时候，我认为有一段反弹是可能的但美股在行情当中它继续冲高有这个可能性，但美股的冲高呢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进入这个空头市场当中为什么进入空头市场呢？刚才我说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嘛，然后如果发生反弹到上方有压力位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是我们进场空头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和价格点呢，大概在41000美金附近如果反弹能够到达41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进场空头的一个时间点。同时呢，上方我们看到了这个压力位在42800从之前的这个牛熊分割线44000目前正在一路下行，因为它是这根线呢是由去年3、4、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这个线呢是不断下移的。之前跌破的时间点是在4月6日4月6日跌破了44000美金，行情进入到熊市区间。然后当前时间点它这个重要的阻力位和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已经下移到42800附近了。下移到了42800附近。这样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果在41000美金进场空头进场空头的理由是这里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在41000美金，那上方呢43000美金就是我们的一个止损位因为我们看到了42800
这个位置上是它行情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位。那在这个压力位的上方一点点啊，也就是43000左右啊，43000、43500可以设置一个止损位。当你在41000进场的时候啊，43500是一个止损位。同时呢，如果行情继续下行出现新低啊，新低在37700，如果出现这个新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追空的动作。追空动作进场之后呢，我们止损就要设置在38700啊，38700这个波谷连线的这个位置。这样呢，你在行情当中有一个趋势，下跌趋势是下跌的，那你要找到2个进场的位置，一个是反弹过程当中压力线啊可以进场的位置，同时呢你可以设置一个止损，那一个是呢追空的一个位置。那第3步呢，就是布局你的仓位。无论如何呢，行情你再有把握，你不可能全仓进场。我的建议是啊，进1成到2成仓位啊，在你有杠杆的情况下，在你有5倍以上杠杆的情况下啊，1成到2成仓位，缓慢建仓啊，建仓什么呢？建仓你的空头仓位。因为这轮行情啊，在大的周期、大的时间级别，比如说在月线上啊，已经出现了啊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啊，空头市场目前正在逐渐发展啊。那在空头市场发生的情况下，发展的状态当中啊，逐渐的布局空头。那上一轮熊市当中呢，比特币的价格下跌了85%，那这轮行情呢，如果下跌80%， 2714啊，跌到15000美金以下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呢。所以呢，我认为在行情当中，在当前4万点附近的这个区间上，还有很大的空头的获利空间啊。所以呢，逐渐的布局空头的仓位，分仓进行啊。那这样呢，你就有3个理由啊，去介入到这个市场。第一个理由呢，趋势是下行的；第二个理由呢，你有2个啊，刚才我说了4小时级别上2个进场的一个仓位啊。那第3个理由呢，第3个就是控制你的在进场位置的情况下啊，控制你的仓位啊。这3个充要条件啊都具备了，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做这个做空了。然后以太坊这里啊，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我用紫色方块啊，分别画出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目前呢，处在唐僧阴线组这个势力范围当中啊，所以呢，我们下一个预期是它要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目前已经走出了悟空、八戒和沙僧，目前在这个沙僧位的位置上。然后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目标位呢，我们认为是在这个绿色线啊，也就是2650美金附近这里。为什么说这里是我们的周线级别的目标位呢？原因就是啊，波谷的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的支撑，这也是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大的目标位。那2600美金如果跌破的话啊，行情将要打开一个下跌空间。我们说了上一轮跌95%嘛，那这轮是500美金以下啊，这个说法我一直在说是有这种可能的啊。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这个下跌的时间周期呢将要放大啊，你知道吗？将要放大。我们看到了目前在月线上啊，我们处在是月线下跌吸油的一个8戒的这个位置上，如果这个8戒位置跌破的话啊，再次下杀的话啊，我们会逐渐见到我们的目标位啊，以太坊的目标位是500美金啊，这是根据上一轮以太坊行情当中下跌了95%，那这轮下跌90%来计算的。那就在刚刚啊，我们做了一个 GMT 的反弹啊，我也是在这个 VIP 群当中喊了一下，我说 GMT 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做反弹啊，小日线下跌吸油，下方3.4支撑啊，这是我在VIP 群中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这是小日线级别，小日线级别上它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分别是悟空、八戒、沙僧啊，还有最后出现了个唐僧。小日线级别的这组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啊，我在5:02的时候在会员群中说的，为什么要卡时间点呢？因为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不光是价格啊，时间是行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一旦出现小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我们可以划分啊，这是悟空阴线组啊，首先由悟空阴线这个标志性阴线来的，然后八戒阴线组。
然后沙僧震荡的阴线组，沙僧代表我们的人生嘛，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然后唐僧阴线组。这个小日线下跌修完成之后啊，就容易出现一个降时间级别的反弹啊。小日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啊，它的回调幅度呢已经很大了。我们看测量一下啊，这轮小日线级别下跌修啊，做了18.34%的回调，这是一个快速的下杀式的回调。下杀式的回调之后呢，我就认为行情当中容易走什么呢？容易走15分钟级别的反弹啊，15分钟级别的反弹。同时呢，在小日线这里啊，我们观察小日线这里这个位置3.4美金这里啊，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看到了啊，这个支撑呢是由前面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啊，所以我提到了2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它做了小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然后有这个方向转换啊，时间级别转换的这个规律在这里面。然后第二个机会呢，就是跌到了这个支撑位的这里，这个支撑位是哪儿来的呢？是由波峰连线连接过来，在3.4美金这里形成的一个支撑。所以呢，我说啊，3.4美金附近的时候，5点钟的时候是一个做多的一个时间点啊，做多的一个时间点啊。当然了，这个是得到了印证啊，当前正得到了印证啊。同时呢，我的这个 K 线吸油战法，我跟大家伙说不是吃素的。大多数行情呢都有着这样的规律，所以呢你要善于去把握这些波动当中的规律，找到这样的规律啊，才能够在行情当中获利啊。第一呢，你要掌握这个 K 线吸油战法的理论是什么啊？分别有悟空、八戒、沙僧、唐僧和通过合并 K 线形成的这些 K 线组。第二点呢，你要掌握的是这个方向啊，方向它是不断变换的。方向和时间级别这2个概念是不断变换的。第3个呢，在下跌或者上涨过程当中，你要找到一个关键的位置啊，可以切入的位置。2个事儿啊，最终是你进场的一个理由。第一个事儿是关键的位置，第2个事儿是关键的时间。掌握这2个要点之后啊，基本上可以在市场当中以很小的止损获得很大的利益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订阅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